好了，车子试的差不多了，最后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车啊，无极的250R。250R 呢，有着同级别里最轻的重量，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情况下呢，都能明显感受到这个轻量化带来的轻松感。我们偶遇了一个女车友，她的反馈呢也是车子比较轻。250R 的它的转速攀升是比较快的，最高转速是11000转，是一个偏高转的发动机。这种高转区间呢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畅快感啊。它的变速箱的齿比是比较密的，所以4档才能上100。但是密齿比的好处就是在中低转速上的衔接会比较好，不太容易脱档。1、2档的油门呢也相对比较平顺，这对单缸车来讲是比较重要的，它也没有明显的顿挫感，比较适合呢城市低速的这样一个行驶的路况。250R 的车架是在 300R 的基础上优化来的，也沿袭了 300R 在操控上的稳定感。250R 的车把宽度呢是755，比 300R 呢要窄 2.5厘米左右。那加上250R 它这个油箱啊更为紧凑，所以在驾驶风格上呢要比 300R 呢要略微战斗一些。总体上搭载了新发动机平台，又经过了轻量化的250R， 驾驶体验上呢是更为轻松啊，动力反馈呢也更为愉悦。但这并不是250R 最大的优势。我问了好几个骑这个车的人，都说这个车的震动怎么比别的车要轻这么多。就是250的单缸车啊，可能很多车友没骑过摩托车，或者对250的这种单缸不太了解。250的单缸车多少都有震动的啊，震动基本上在2个区间。第一呢，它就是在中段，它有一个共振点啊，4000或6000转之间啊有个共振点，每个车几乎都在这个地方有共振点。这个车它在5000左右有一个共振点，但是大家差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差在高转区，高转区这个车的震动很小啊，而且你感觉那时候的震动是蛮舒服的，这是比其他几个车优秀的地方。这也是我们对这个车骑上去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震动的原因，你可能没想到吧？就是一般这种车的后视镜，就是这个级别的车啊，到了8000转左右，或者说到了100以上，后视镜等于没有，后面全是糊的。但是这个车到了那个转速区间，那个速度下，看得还挺清楚的，这个是比较难得的地方啊。所以发动机一定是经过重新的优化的这样一个新发动机，震动控制的特别好，而且整车的在震动处理上一定是下了功夫的。你看它这个车的反光镜啊，跟 300R 比起来，这个底座就要大很多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更粗，然后它的这个平衡端啊比别的车要长一点啊，包括它的连板的设计，就是多方面的这样的优化设计，让这个车有一个很好的震动的控制，这就是技术含量，这就是花心思的地方啊。我看很多车友吐槽这个车的减震和刹车，尤其是刹车部分从双盘变成了单盘，大家会说这个车减配了啊，会觉得刹车不够用了。那我实际的体验，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啊，对我们日常使用。那为什么大家会说减配了？为什么一定要用双盘啊？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以前300R 要用双盘，包括现在300R 还延续了双盘的这样一个设计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背景啊。2018年是个什么时候？2018年那时候有一种车非常流行，比较浮夸的车了。标配是什么呢？标配就是双盘啊，不管你这个车排量再大再小，双盘给你干上去。那为什么这么多进口车都用单盘？包括一些赛道上用的车都用了单盘，为啥？够用了。用双盘原因只是说让你觉得好看啊。然后再说一下减震啊。减震呢，给你演示一下这个减震啊。哎，这样感觉是不是很软啊？是不是？感觉是不是很软啊？但实际上呢，这个减震呢，实际上的减震确实也软，但是不影响你用啊。这就是你原地试跟你骑行啊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我也在这个小土路上，包括这个砂石路上，我也去跑了一下，包括有些小颠簸乱跑，我觉得这个减震没有问题啊。对于我们正常的使用这种车型啊，能接触到路况来讲，这个减震它够用了，而且舒服啊，稍微软一点，你平时骑还舒服一点，不需要把它调的梆梆硬啊，可能过坑的时候不会到底，但你平时骑的舒适度是没有的。因为像这种级别的车型啊，2万块钱左右的车型，你也别指望说给你配个很牛逼的减震，也不现实啊，又是可调又是什么。不存在的，就是原厂给你配一个，调的还比较舒服的减震，我觉得是挺合适的啊。这个轮胎反而是我要讲的这个车最大的问题，
啊。不是说这个正新 S1的轮胎不好，这个 S1的轮胎抓地力非常好，而是这个轮胎太大了。看一下竞品都是140啊 ，GPR 250R 用了130，很多人吐槽那个130，我觉得他用130是对的。为什么？这种级别的车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？小排量，你没有那么大的动力，追求是什么？是零啊。300R 上用了150，我觉得到这个车上不应该再用150了。本身这个车它减重减了这么多，按道理来讲是一个优势，但是你还用了那么大一个轮胎，就是没有达到我减了车的重量，我轻量化，让车的性能有一个大提升，其实没有达到那样很大的变化。140的轮胎，我觉得用这个车大小也合适，然后你的灵活性也有。可能有车友知道啊，现在很多玩金卡纳的用了300R 去练，胎呢原厂是150的，但是去练金卡纳的大部分都改了140的轮胎，用140翻身就要快得多。像这种小排量的车本身又轻巧。啊，换一个140的轮胎，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说你要追求更极致的驾驶，换轮毂换成130的轮胎，这个车我跟你讲会有一个质的变化。第二，关于这个车的板花的设计，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去优化。我是有个想法，就是咱工厂没有必要给这个车原厂就设计这么花哨的板花，你出一个稍微素的版本，让车友自己去发挥想象力，发挥创造力。就现在这市面上很多小跑车，你看车友改的多漂亮啊，让他们自己去改多好。第三点，这个车还是用了单油门线啊，不影响使用啊。但是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对不对？人家都是双油门线了。那么回到小哥说的，这个车是不是250里面2万内250里面的最强单缸跑车？我觉得呢，不好用强与不强这个词去形容这个车，就是大家买车一定是多方面的需求，品牌的需求、外观的需求、车子性能的需求。从性能上来讲，我觉得这车没有问题。这个整备质量是最轻的，然后动力也是最强的，提速也是最快的，然后它的操控也非常好。为什么大家会用无极的300R跟300R两个车去练金卡纳？就是因为这个车的车架它非常好，这个车的车架跟300R主车架大部分是一样的，挂点上有些区别啊，因为发动机不一样了嘛，所以这个车架还是延续了那样一个优秀的性能啊，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仅从它的性能指标上来讲，我觉得最强可以谈。但是如果我们综合来说，对，各有各所爱。所以关于这个车呢，就简单聊这么多，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车。最后再啰嗦一句，我们上次试这个车跟小哥一起试车是在临安的大余县山里的路，我们在那里试车。但是那段路呢，马上就要禁摩了。你能想到吗？山里也禁摩，为什么？以前我们去跑大余县，不存在说人家反感摩托车的事儿。现在当地老百姓特别反感摩托车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现在骑摩托车的人多了，而且又不规矩，在里面骑得飞快，经常出事故。哪些人多了？新手多了，小白多了，就是入门级的用户多了。当你拿到一个摩托车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玩的时候，你只能随大溜，跟着人家去跑山要么觉得自己技术牛逼，就是疯狂压弯，要么就技术不行，出了事故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车友尤其是新手拿到一个车，第一好好练练技术，第二遵章守纪，不要超速，不要危险驾驶，给大家留一个好印象，是吧？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环境，以后才有的玩你看这里禁摩那里禁摩，你说咱买了车去哪里骑呢？是不是？所以真的是希望咱们车友一定要管住右手关键是管住脑子好吧，珍惜一个好的骑行环境那就这样，祝大家骑行安全快乐，拜拜。